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我不是历史学家，更不是历史学的理论家。对于历史，我只有一个最朴素的认识：历史越真实越好。不管有什么立场，其基础必须建立在真实之上。当然，最真实的历史也不可能完全真实，这才需要我们尽可能去穷尽。尽管穷尽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，但这不是可以不需要追求真实的借口。在我看来，大势清晰、细节模糊的历史观就是历史虚无主义。陆定一的一生充满坎坷。他死后，经中共审定的《陆定一同志生平》一文是这样评定陆定一的：陆定一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我党思想宣传工作战线的卓越领导人。这些凭借总结为一句话：陆定一是个好人，不是坏人，更不可能有罪行。陆定一的罪行就是在特殊时期被按上的，这些罪名以后也都被彻底推翻。根据《陆定一传》一书，我们不难看出当初按在他身上这个罪名的荒谬和随意。了解这个过程，让我们感到法治缺失的可怕，也让我们感到法治的必须和必要。如果没有法治，像陆定一这样地位的中共老革命家都被折腾得九死一生，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。所以，真正能保护老百姓的就是法治。任何法治从根本上来说，都是对弱者的保护和对权力的约束。陆定一文革初就被软禁，后来被关入秦城监狱。当时重要案子都有个专案组，陆定一也有个专门的专案组。1975年12月24日，专案组6个人到秦城监狱向陆定一宣布，中央政治局于1975年12月11日开会通过决议，开除你的党籍。陆定一的罪状3项13条。第一条罪状：世代做官。第二条罪状：陆的父亲说过一句话：两面有人也好。第三条罪状：陆在20年代写给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门第一句话。第四条罪状：陆写了一个字据，接受父亲的遗产。这4条罪状合成一顶帽子去阶级异己分子。第5条罪状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做了好事，又说秦只有17年。第6条罪状：1959年在庐山会议前，在火车上彭德怀找陆谈过话，陆向他提供材料。第7条罪状：陆对其弟陆衡16岁时的变节行为写得清了。第8条罪状：陆说严卫兵不是反革命，而是精神病。以上4条罪状合成第2顶帽子，反党分子。第9、10、11、12条罪状各说一个特务头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话，与陆在刑讯时的假供词有相同或相似之处。第13条罪状：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被破坏，是从陆所知道的唯一的机关开始。以上5条合成第3顶帽子，重大内奸嫌疑。资料来源：《陆定一传》第536-537页，中共党史出版社。这里的第1项帽子，现在看来其荒谬都不值一驳。世代为官，光耀门第也可以作为罪名。陆定一接受过父亲2000多元的遗产，其中1000元交了党费，余下的给女儿的生活费和自己医病所用。这本来能说明陆定一的革命觉悟，没想到成了一条罪状。第2顶帽子里说到的严卫兵是陆定一夫人，有精神病，曾写过叶群的匿名信，当时说他包庇知情夫人的行为。至于彭德怀案，现在大家已经清楚了。第3顶帽子，光看那个罪名就能明白，这根本不能作为依据。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用嫌疑2字给人定罪的。这3顶帽子以后都经过严肃的复查，中组部2位副部长在找他谈话时明确承认这是错案。法治缺失的时候，看上去很严肃的事，其实都不过是个形式。表面上看，对特定的人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，这应该算重视了。可事实是，这种专案组都是有目的的，不是为了查明案子，而是让人按照既定的目标让人认罪的。这种专案组本身就是法治缺失的表现，其专案组的组成、专案组的目的都是根据受益工作的。这种漠视法治的行为，其后果是严重的，
陆定一被查处，自己的九死一生不说，受他案子的直接影响，一个神经科医生因诊断严卫兵确有精神病，被认为是为严卫兵开脱罪责，被迫害致死。蒋乃一因拒绝作伪证，被迫害致死。陆恒一、陆定一弟弟在陆定一的鼓励下参加革命，被打成特务，含冤而死。无锡一位教过陆定一的秦老师受牵连被迫害，陆定一的警卫员吕家俊也遭迫害。许多人的命运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，这些被牵连的人又牵连到自己的家人，这种牵连类似刮慢潮，有些人还莫名的送了命。陆定一的罪名及陆定一的命运，昭示着法治的重要性。我们越了解这些历史的细节，越感觉到法治的重要性。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，我们要警惕的不让这一页再翻回去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